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少康战情室，专门向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陈世轩议员、尹乃菁小姐、王玉明委员、叶元之议员、林涛议员、叶清源律师。好，那美国哦，我觉得他们，先讲，你们先来谈，现在谈的就有好康的哦，但是我一直很怀疑，先来谈先送死，哦，然后呢，柿子先挑软的吃嘛。啊，那美国也而且川普是打这个是1对1的，他觉得他自己力量比较大，拜登打群架，哦，但是川普觉得我美国只要跟你们一个个谈，我都赢你们，一个个来谈，哦，那欧洲也就跟他谈了，欧洲照理讲跟美国关系都很好啊，哦，那以前都还是参加北约啊，哦，就关系很好嘛，哦，但是呢也谈判了，进展甚微，几乎没什么进展，哦。所以欧盟预计白宫会维持大部分关税不变，就欧盟不预期说川普会大幅降低关税，因为你当时的什么抽什么20%、30%，大概就是这样子了，也不会少了。所以欧盟的原来的这个报复哈，也在那边这个准备啊。那另外呢，这个协商欧盟去跟美国协商的成员感叹了，说球是在美国那边了。哦，虽然美国一直说球在中国那边，球在你们手上，但其实球在美国手上。所以呢，这个他们一直希望说能够进入有意义层次的谈判嘛，谈了个半天都是白谈哦。那这什么意思呢？没有进展，所以欧盟要对美国超过400项产品科报复性的关税，包括卫生纸啊、化妆品啊等等都入列哦，而且7月中可能再加1300项，就已经要准备了，就是好吧，你要这样跟我干，我就跟你干哦。而且呢，他们欧盟认为说北京还比较可靠，美国不可靠，哦，所以呢风向有转变，哦，因为美国现在的确不可靠啊，川普不知道搞什么鬼啊，哦，这个民进党常说不能移川，不能移美，美国都有一半人是移川的啊，美国人可以移，我们不能移，这什么个逻辑嘛，哦，那另外呢，拜登因为美国通常卸任总统对现任总统不太讲话的，批评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拜登呢第一次公开谈话，他说川普执政不到100天，把美国大大的伤害哦。奥巴马昨天出来骂，支持哈佛的校长。那日本首相哦，我就看石破茂说我们不急啊，我们干嘛要先去谈？我们干嘛？我们不急啊。美国就说来啊来啊，第一个行动会得到最佳的协议啊。为什么？美国你不要笨了，他第一个希望你变成一个榜样嘛。你去谈他杀你，然后最后你弃甲义兵，然后呢全部投降，美国就说你看看他们都让我们这么多，你们其他不让吗？哎，这最简单的谈判技巧你不懂啊，你傻傻的去送死被砍头啊，所以美国说一直说第一个来，先来先优惠啊，你相信吗？哦，后来才看看你第一个到底怎么样，我再跟你杀下，对不对？哎，你对他这样，我能不能稍微再要一点呢？哦，但是美国就一直鼓励你先去啊。那日本呢，对美国发出最强硬的警告，石破茂哈，他说呢，这个霸凌者是不停的索取，不会停止的。川普就是个霸凌者，他是不停的跟你要，你让一步再跟你要，你让一步再跟你要。与其让美方不劳而获，不如我们日本坚定立场。日本原来是很怕美国，就跟着美国走，什么美国讲什么说一不二的，但日本现在不肯。哦，他说呢，我要了解川普背后的逻辑，而且呢，这个我也相信呢，川普可能会打乱全球的经济秩序。政府目前不考虑追加预算，不急着达成协议，哦，但是会做好准备工作，来舒缓美国造成的这个紧张。哦，那日本会成为试金石。哦，那这个南韩副总理也会跟美国财政部长谈，是华府主动邀请，他现在说你们先来啊，你来吧，哦，主动邀请来哦来谈哦。那另外呢，美国财政部长认为说90天很难完成谈判，因为川普给你90天嘛，所以呢，这个说你看哦，他才讲说我们为14个我们跟我们比较伙伴设下流程，而且我们不再提高对大陆关税，145%已经很高，不再提高了哦。然后呢，这个川普就说，我们要孤立北京，各国给我选边站，我们要打击北京，不是打击你，所以呢，你最好对我们让步
然后我们一起去打击北京。你自己看哦，财政部长才说哈，不会对大陆提高关税哦。川普说了，245%。原来145%已经很高，对不对？245%，我们就推了245%。谁叫他要背给我们？谁叫他不来谈？哦，而且还拨买我们波音航空的东西了哦，提到245%，而且球在中国手里。中国你需要我们，我们不需要你，你需要跟我们达成协议。哦，那当然网络就说你白宫发言人这漂亮女生穿的衣服都是中国制造的啊。哦，所以呢，攻击中国制造是你的工作啊，享受中国制造是你的生活啊。哦，你嘴巴讲骂中国，其实你吃的用的都是中国的。口嫌体正。哦，然后呢，习近平呢去访问马来西亚，川普就说，昨天我们播了，川普就说他们两个中国跟越南想搞我们 ，screw 想搞我们。哦，那现在观光客也不来了，大家现在不知道美国了，大陆也不去了。哦，其他国家也觉得美国讨厌，以前很喜欢美国，现在不要去了。说呢，可能900亿美元都会损失。我们看一下，欧洲的橄榄油输美命运悬而未定，美欧贸易谈判2小时却传出卡关，美国的态度让欧盟摸不透。We are willing to negotiate, and that we're even willing to reduce tariffs to 0 on our end if the United States also goes to 0. So all asymmetry talk is gone if both are at 0. 欧洲国家希望互降关税，但是外媒消息指出，白宫官员暗示，美国对欧盟大部分的关税将不会取消。若谈判失败，欧洲可能对美国的卫生纸、眼妆、雪茄征收报复性关税。Un des socles de l'ordre mondial puisse en un instant passer du côté des agresseurs, alors pour le monde qu'on disait libre. 不止欧盟，日本经济大臣赤泽亮正16日出发美国，将在17日与美方会谈，争取豁免钢铝与汽车关税。南韩方面也在等谈判。川普关税的不确定性让美股15日开盘上涨后又收黑，而关税还没底定，又有消息让企业害怕。卸任后的拜登第一次公开发言，不忘大批川普2.0正在搞坏美国。来，玉敏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川普的不确定性哦，真的是让这个世界的局势大乱了。像他今天呢，不按牌理出牌，本来他的财长才刚说，我们就到145关税加到对中国大陆145。我今天在滑新闻的时候，我上一则滑到这个新闻，然后突然1点的时候跳出一个即时新闻说，白宫发表声明，这个整个关税要提高到245，结果呢，台股就在这个瞬间呢，本来是跌。再跌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的这种不可预测性，已经让各国现在对他是敬而不明哦，就是表面上不敢得罪他，但是实质上大家敢不敢进一步再去跟美国有更深的互动哦？其实也都止步了。你看看日本石破茂的一个态度哦，石破茂在第一时间他说我不会采取报复关税，因为他也得罪不起美国，但是呢，他再进一步的声明就更清楚表达他的立场，就是我没有急着要跟美国达成协议哦，这个第一点他先讲，然后他说我也不会有重大的让步。我觉得石破茂的这一种态度哦，台湾真的要学着点哦。台湾是人家一宣布的时候呢，我们赖清德总统就说这个赶快投书，然后全部我就是无条件的接受，没有原则，没有立场，没有坚持，我通通都可以配合。但是你看日本是这样的态度，欧盟呢？欧盟其实是有备而来哦。他当然第一时间也说他不会采取报复性的关税，但是呢，他已经备好了各项方案。你看他列出来的清单，一下子列出来就是400多项，所以他是准备好了有底气之后，他才跟美国谈判。所以美国在遭遇日本跟欧盟谈判的时候，我觉得就像他自己的商业部部长其实心里大概有底哈，没那么快，因为他们采取的立场都是不轻易的退让，只有台湾这边是我们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还要加码，对，无条件的接受。那你看看别人，就是想想自己哦，我们这样子真的是一个好的策略跟对的策略吗？台湾事实上我们也是有筹码的，但是呢，我们筹码呢就是没有好好的把握，然后就是先出牌。你看现在的川普。他其实是会步步紧逼的，辉达的
大家都觉得辉达好衰哈，就是辉达好不容易去海湖庄园跟川普吃饭了，然后觉得已经是这个川普会放过他的这一个降格这个津贴，继续销大陆没问题，没想到他宣布完投资5000亿美元之后，结果再一记回马枪说，你这个偷偷卖给中国大陆这55亿的美元。要认列损失，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这样子一个复杂谈判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其实要有立场，而且要有底线，而且要握好我们的筹码。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态度去谈判的话，林佳龙在高兴说：“哎呀，我们挂到这个最前排哈，最前排会不会海啸第一排就是直接先倒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对，我觉得辉达的这个例子啊，是真的是最鲜明的，而且让所有的这个国家还有这个企业界呢，都要非常的引以为戒的啊。就像刚才玉明讲，他非常的高兴哈，去海湖庄园见了这个川普之后呢，而且他在4月14号的时候，他宣布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他拉着辉达，拉着台积电啊，拉着细品哈，拉着这些就是鸿海对。就是他说要在德州呢生产这个 AI 的超级电脑，他是把整个的生产链都带过去，而且呢，它非常的快哦，它是未来的12个月到14个月，它就会投产，而且在未来4年内呢，会生产高达5000亿美元的这个 AI 超级电脑。你这不是让这个川普应该很高兴才对啊？我是把这个生产链都带回去了，从封装、测试、制造都带回去了。结果没有，川普没有不高兴啊。川普昨天还公开讲我没有想到辉达投资这么大比我想象的还大然后接着就打你耳光。对，他就说他要的就是他就是要，就是像石破茂讲的，霸凌者呢，他不会就此就甘心的哈，他就要的更多。他就跟你讲说，你 H20啊，辉达的 H20呢，你要出口呢，你就要拿到我的这个许可证才行。你想在这种许可证的这个情形之下，你是会被许可的多，还是不被许可的多呢？当然是不被许可的多啊。所以辉达就认列了，在他今年5月28号要公布的财报，他就先预告会认列55亿美元。对。哇，你这当然就是应声下跌啦哈，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川普的心理啊。中国呢在之前的时候加到125关税，它实出对等的125之后，中国就已经讲了，他就说这个到这个加到125，你美国的商品呢到这个中国已经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跟大家已经对那个失去兴趣了，所以呢，你川普呢，你美国政府你再往上加吧，我们就不会随之起舞了。我觉得这个呢彻底的激怒了川普哈。川普这个人呢，他是非常的嗜血的。暴力的，他有血腥味的。你看他前2天呢，带着他的孙女呢去看那个格斗赛，有没有？你看他喜欢格斗赛，喜欢看这个美式足球，喜欢那个 hockey， 好，都是那种有暴力的、有血腥的哈。然后呢，他在这个情色的领域上呢，因为我有权才是大爷啊，所以呢我就招妓哈，还要那个什么 golden shower， 就是那种越脏的哈，越血腥的，然后越那种他就越喜欢，他才会有快感。他的人格上面呢，他就是带有一点这种暴力和那种受虐的成分，所以你在这种格斗场上，当然要一来一往嘛，你才会刺激嘛。结果现在呢，中国就是一个正常的强人，你知道吗？就是说，你打他不倒，他回打你，你再打他再回敬你。结果你打到已经失去了疯狂和理智的时候，那中国就不理你了，他就转身就走了。他转身就走了，去联合其他的国家，包括越南啊、马来西亚啊、欧洲啊什么的，他们要来想出这个方法，来去怎么样去对付你这个bully里的人。然后川普就抓狂了，他这样子没有人理他。漠视敌人是对敌人最大的羞辱，他多么寂寞啊！所以他就一个人站在场上呢，不停的挥拳，所以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发了疯的不按牌理出牌、失去理性的对手，日本的做法、欧盟的做法才是对的嘛。我现在呢是要跟你谈判没有错，但是呢，欧盟也是扬言说，如果谈判不顺利的话，我照样这个要加关税嘛那日本呢
石破茂呢是真的很特别。石破茂在当选首相之前的时候，他就向来就是主张说，在对于美国的外交上面呢，还有军事上面呢，日本呢要保持这个自主性。就果然在现在这个日本呢，遭遇到这么强大的压力之下，他就是不要让日本呢走上过去广场协议的那条路啊，就日本呢再被美国压榨的什么都让哈，这个对日本来讲伤害很大。可是呢，面对川普这样子的对手的时候呢，他其实最瞧不起的，你知道，像那种不管是格斗啊，或者是那种有那种 SM 的那种情色的东西，是要有互动的，你知道吗？你对于对不起啊，那个叶律师一直不停的在皱眉头哈，就是说你对于一个呢就是那种伏低做小，然后呢就在那边挨打的，他是看不上眼的，他是要把你二楼对，他是欺负你到底的。而且我们之前的时候有讲过，川普的那个交易的艺术里面呢，他就是对于已经被他打倒在地的人，他不会一念之人的，他是要把你呢打到呢你再也翻不了身。所以我们的这个政府呢，这样子的哇，甘心受辱哈，然后做低扶小，你是换不到任何的代价的。最可怕的是，这个卓荣泰呢还说要去。还说我们要去买更多的美债，这疯了！这不是疯了吗？等等我们会讨论这个东西啊，已经买了80几%的美债还不够啊，你什么意思啊？休息一下再回来。北京怎么打击川普呢？农产品当然是一个，稀土不出口也是一个啊。Bloomberg 说，北京已经下令国内的航空停止波音客机后续交付，就是已经进来的，已经执行到一半的个案讨论，还没有已经答应但是还没有交付的停。所以呢，停买波音客机啊。那川普就怒了，就说呢，大陆一再毁约背信。明明讲好了也毁约然后呢说向美国农民买280亿美元的产品，然后呢也没有这个按照承诺来做所以呢这是因为对拜登政府不尊重，就换我川普了，答应的是要继续做那另外呢，大陆就说呢，你美国拿出诚意来。你每天在那边乱讲一通，145现在变245，你干脆加到2450算了再多不愁嘛。你加了这么高没有意义了嘛。所以呢，这个不理会关税数字游戏，不是我对你示弱，我根本不要理你随便你怎么玩好了。那另外呢，这个禁止采购波音飞机跟零件，我就采购零件很麻烦。你飞机的零件你怎么能够不采购呢？飞机可以不采购，零件主要采购所以用大陆现在新的国产 C919来补它的缺口，飞机可以补缺口，零件不能所以这很麻烦那将来怎么样？波音飞机还能做还不能做呢另外呢，这个美国商务部证实说，超微的 M1308跟辉达的 H20都列管，所以呢，现在说辉达 H20被列管以后，加减的这个可能会损失180亿的这个美金的销路的市场。那本来很高兴认为说这个黄仁辉觉得说我跟黄仁勋就 Jason 这个黄了认为说我跟这个川普都谈好了我在大陆只赚点小钱嘛 ，H20能赚多少钱？我到美国投资一个大的投资，5000亿美金的投资呢，川普都说我没想到他投资这么大，那就不要管制我的 H20了。黄仁勋出来还得意满满了，就立刻加你20%。所以川普这样的人，他完全你是不按牌理出牌，而且吃你吃到底不可。我能够控制到你，我就吃你，因为我也不知道你将来是不是真的投资啊。对，那个苹果的库克说要在美国设3座厂，也没设啊。中国大陆说要买280亿美金农产品，后来也没照样买啊。我现在能吃你，我就先吃定你，吃死你说为什么呢？要管制 H20，说被 DeepSeek 吓到，而且呢说这个H20可以大陆做军用的超级电脑。你说要在美国设超级电脑，他先把军用超级电脑搞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不准去，我就不准去
而且呢，老共管制7类中重稀土出口，其实之前已经管制了，已经管制2、3年了。但新的7类这个稀土呢，央视说我精准打击它，美国87%的军工命脉都在我手里。你做很多军事用途的这些产品呢，需要用稀土。那川普讲的是我不怕，那你不怕你在哪里？美国只出产1种稀土啊，而且不是那么重要的。我挖海里面，太平洋里面我去挖，你要在海底挖，那是多大的工程啊！那是要花多少成本啊？而且多少年才会有结果啊？好吧，所以呢 ，CNN 说中国是出奇制胜，所以美国的关税呢，你要打击人家，打击你啊。纽约时报说，你要在不开心的婚姻跟断人离婚之间2选1。哦，要不然就是断绝关系，要不然就是这样继续痛苦的这个牵扯下去。我们看一下。Boeing's in trouble because it can't deliver to Boeing's getting hit from every angle. But it can't deliver to China, Eastern China, Southern and Air China. CNN 主播直说，波音公司恐怕遇上大麻烦，因为美中关税战关系。彭博社报道，中国要求国内各大航空公司暂缓和波音公司的交集作业。This after China, the world's largest market for airline purchases, reportedly is ordering its airlines to halt all deliveries of Boeing products, and with that, delivering a major blow to America's largest exporter. 对此，大陆官方暂时还没针对此事有所回应。目前，大陆约有10架波音737 MAX 的订单准备交付给中国各家航空公司。不止新机暂停，连零件也停购。根据2023年统计数据，大陆拥有1821架波音客机，空巴则是2228架。未来波音客机如果需要维修，中国大陆航空公司也会遇到大问题。而川普与波音关系相当密切，日前还高调宣布新世代战机的订单要交给他。大陆针对波音开刀，显然也是痛打川普一把。只是若真停买波音飞机，大陆原本的载客需求又该如何因应？若真少了美国波音飞机，除了国产 C919 可能补足些缺口外，法国空巴公司也是大陆常年客户，在中国还有飞机组装厂，或许未来航空市场上与欧洲合作机会会随着关税战更加升高。好，这个叶律师。没有，我觉得谈判这个东西是这样了哈。民进党在谈判上，尤其是对美哈，一再犯的错误就是还没有谈判就把筹码都先丢出去。好，我想大家印象都还深刻啦，美猪美牛，当时民进党说我们吃来猪啊，我们吃来牛啊，我们就可以加入国际组织了。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嘛啊，我们筹码都已经先让出去了。这一次台积电也是啊，我们要去投资1000亿美金，好，都先丢了。然后目前为止投审会看起来也没有要暂缓。好，也没有说要仔细审核。赖清德都还要脱中入美了，入北了，怎么会缓呢？所以很妙嘛，就是然后还没有上谈判桌，我们又说我们要加买美债。好，那大家要想啊，就像刚刚赵大哥讲的，今天我去以前，我已经先说我要给你多少好处，你上了谈判桌，美国的谈判风格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那你再加。然后我们第一波跟他谈判的话，我们承诺的这些事情会变成其他人的 base。好的谈判基础，等到谈完一轮，所有的人都加码以后，川普一定回来再加一轮，叫台湾再让。所以我实在看不出来啊，赖清德政府啊，卓荣泰院长到底脑袋在想什么？就是只想跪下来舔，跪舔完了以后只会被人家踩哦。这个才叫做卖台啊！我真的觉得这是非常丢脸的事情。民进党支持者也在说，为什么大家各国都在骂川普，国民党在骂这个我们的总统？因为总统笨啊，就没看过这么蠢的政府啊！好，就根本就是把卖台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我实在是觉得非常的丢脸啊。那另外的问题就是说，我这个人一向是非常反共啊，但是我觉得坦白说，这一波美中的争执，我觉得川普是错误的那一方。川普指责中国大陆这边要不买波音是背信啊，可是实际上各国跟美国是签有贸易协约的。我们有 WTO 的国际条约在这边，是美国先违反了 WTO 的贸易规范，对各国加了基本10%的关税，又再加了报复性的关税，所以这边真正背信毁约的是美国。我觉得川普这样子下去的话，这个美国的市场啊，乃至于全球的经济，这4年会非常困难，因为市场太多不确定性哦，投资人是没有办法投资的。因为现在美中看起来没有人要先退嘛，所以接下来就是要看2个，第一个就是谁比较能够承担痛苦了。但我觉得比较起来，川普会比较有国内的压力，因为现在美国国内光是比如说买 iPhone 啊，价格都开始上涨了，然后苹果公司的市值呢也损失了几千亿美金啊。
所以它国内的压力比较大，还有金融市场一些华尔街的投资人对它的压力，所以它压力比较大。那习近平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嘛？习近平比较对内讲说，我们这个中国5000年来都受到别人的欺负啊，这次我们要站起来啊。我觉得他的国内比较不会有声音。那第二个就是看在那个物质上面谁比较需要谁啊。现在中国已经禁止了稀土的出产，这个会影响美国的军工业嘛？但中国大陆这边呢？已经停止进口美国的液态瓦斯，已经几十天了，就是他有逐步在做准备。就假设美国要全面的封锁它，他靠内循环以及他自己目前一直积极联络的可以接触到的伙伴，他认为可以形成一个对抗美国的一个规模。那美国这边他们其实期待，我看一些他们内部的报道说，期待日本啊、南韩啊、印度啊、台湾、欧盟跟美国一起来对抗中国大陆。可是现在看起来日本很硬啊，不会退。欧盟好像也不会完全的无条件的退让，只有我们台湾这边是比较无条件。因为我看那个我们现在政府跟我们国内讲话，其实听起来会觉得很恐怖。他跟美国谈完之后，就回过来跟大家讲说，吃苦要当吃补哦。然后郭智慧来补充说，未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所以我昨天在立法院我就问他，我就说，那你可以告诉大家，我们要做准备嘛？我们要吃什么苦？还有我们要经历什么寒彻骨？结果他也答不出来。他说啊，这个梅花香、寒彻骨，这5年级就学过成语。我知道，我是说，到底我们要经历什么样的苦？然后就郭智慧说，这是一个鼓励的话啊，像他以前8点钟起床，现在6点就起床很苦啊，吃苦汤吃补。我就说，你6点起床是你家的事，关我什么事？你苦你可以不要干啊。可是问题是你如果让大家吃苦，你要告诉大家嘛，他讲不出来。那我觉得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吃苦汤吃补这件事情，如果你鼓励学生读书，你早点起床读书，这是鼓励啊。可是政府现在告诉我们吃苦，代表说谈完之后他已经知道我们要吃什么苦，然后现在给大家打预防针，叫大家做心理准备。可见我们现在就是要无条件投降了嘛。那我昨天其实我也有问左荣泰说，美国很在乎我们的非关税的贸易障碍，我列举了几项，比如第一个，他认为米酒的税太低是非关税贸易障碍。我们以前曾经经历过米酒大战嘛，那时候就是因为要跟国际接轨，所以那个烟酒税上升之后，蔡英文去谈的了，搞了一瓶米酒卖180，180对，还有后来是马英九把它谈开来，那时候还有假酒什么的，很乱。那美国现在认为，因为后来降下来，美国认为米酒是贸易障碍，因为他说有人会喝米酒了。我就他喝，你送一打给川普喝，美国就这样讲，因为我看他的报告，然后左荣泰说左荣泰承诺，他说米酒不会动。那后来我问他几件其他的事情，他就没有承诺，比如说基因食品的管制，还有那个美国认为我们的农药最大的那个限量的监督，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猪肉、牛肉要标示原产地，我说这些都是被他认为是非关税贸易障碍，那你会不会退？他说啊，这个他就不敢讲了，他就说啊，这个我们会呢根据我们国内的利益呀，还有一大堆什么讲了一段废话，就没有承诺。所以感觉上啊，其实我们要退的东西，我预估是还蛮多的。这其实也是我们很不乐见。我觉得希望我们的政府真的在谈判技巧上面，这个要提高一点，然后不要退让，要学日本跟欧盟啊。休息一下再回来。